俄第1440摩步团兵变拒绝上战场，又一架苏34坠毁，疑似乌军 F-16击落。乌军无人机摧毁俄罗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油库。乌空降部队在库尔斯克打掉俄军15个营，缺乏机械化进攻能力，战线面临压力。俄罗斯在10月份对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突破新纪录，导弹袭击减少，这是在准备新攻势吗？美国新一轮援乌。11月1日夜间，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油库。有视频显示，无人机在油库中爆炸。该油库位于斯维特洛格勒镇，距离乌克兰顿涅茨克边境600多公里。过去一段时间，乌军无人机打击俄本土油库已经是稀松平常了，火力军这里就不再多言。战场方向，俄军苏34再次坠毁。来自俄罗斯军事网络社区与航空界的消息人士称，11月1日凌晨，一架苏34由于不明状况坠毁，包括飞行员图曼诺夫在内的机组人员遇难。只是当前的消息并没有说明苏34的具体坠毁情况，俄罗斯国防部与乌克兰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俄军短期内第2次损失苏34。在10月12日就有消息称，一架苏34被乌军 F-16击落。目前多方消息指出，这架苏34可能同样是与乌军 F-16交战时被击落。随着乌俄战况加剧以及 F-16的到来，乌军的空中行动日益频繁，而苏34作为俄军当前的主力战轰机，经常向乌俄前线丢制导炸弹，被 F-16击落并非不可能。至于乌俄双方均保持沉默的原因，大概率是基于战术考量。俄罗斯国防部这边最常见的话语就是毫无损失，自然不愿意承认苏34的战损。乌军为了维持战术灵活性，也不会明确表示是如何击落苏34的。在战场之上，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炮火，而是不知道炮火从哪里来。即使不是由乌军 F-16击落，苏34的坠毁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由于制裁影响，俄军战机出现了备件不足、维修不善的问题，战机不断遭受损失，也意味着俄军的空中优势正逐渐消失。随着乌军获得更多的 F-16、米格29，俄空天军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库尔斯克方向，乌军空降兵已经歼灭俄军15个营。由于接连的损失，俄军在扎波罗热作战的第1440摩步团发生兵变，拒绝上战场。11月1日，乌军继续向库尔斯克的突击部推进。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已经向西推进至苏加北部的波雷奇诺西南部，并在克列涅沃东南的新伊瓦诺夫卡附近发起了新攻势。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司令部新闻处发布消息称，自2024年8月以来，乌军空降部队已经在库尔斯克地区消灭了近8000名俄军，相当于15个营。在武器和装备方面，空降部队消灭俄军58辆坦克、162辆步兵战车、46辆装甲运兵车、136门火炮、2门火箭炮，以及592辆汽车与46个电子战和其他特种设备。同时还俘虏了近300名敌军，缴获9辆坦克、4辆装甲运兵车、9门大炮、6门迫击炮。在无人机方面，空降部队在库尔斯克摧毁了俄军3架直升机以及146架无人机。哈尔科夫方向，乌俄双方在沃夫昌斯克市中心展开激战。乌军第57摩步旅成功在废墟中俘虏了15名俄军士兵。由于接连不断的炮火，沃夫昌斯克市已经成为废墟，几乎不存在任何掩体。在激战中，建筑物被乌军清理，期间1名俄军被消灭，15名俄军被俘。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克兰旅副指挥官报告称，俄军每天都在以小组的形式发起进攻，大多为2到3人一组，攻击乌军阵地。遇到打击后，就会躲在伞兵坑或者地下室中，之后迅速尝试再次推进。这些事情被乌军发现，这些俄军小组的结局可想而知。此外，车臣阿赫马特指挥官阿普蒂阿劳迪诺夫称，俄军最近沿着 T0504 公路推进，并穿过了查西夫亚尔以南的运河，但没有任何证据。托列茨克与红军村方向，由于俄军正在等待人员补充，战线的烈度大幅下降。库拉霍沃方向，在附近行动的乌克兰旅发言人指出，虽然局势困难，但是乌军已经准备了防线和防御工事，可以成功抵御俄军的攻击。扎波罗热方向，战线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但俄军士兵已经扛不住了。第1440摩步团兵变，拒绝上战场。基辅邮报报道，俄军第1440摩步团在扎波罗热发生了兵变，士兵反对参与损失率过高的步兵攻势，这事人情言微。目前这些发动兵变的士兵已经被俄罗斯宪兵逮捕，
火力军无法证实基辅邮报的报道，但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相关消息了。那么俄军第1440摩步团为什么会发起兵变？原因也很简单，前进就是自杀。这是前线俄军最真实的写照。俄军的进攻大多为阵地战，并不是现代化机械进攻。之前火力军说过，因为装备短缺的问题，俄军已经失去进行大规模机械化进攻的能力。就当前的战况而言，俄军可以动用的兵力和装备有限，可以出动几十辆装甲战车，都算是大规模进攻了。在面对乌军地雷、炮兵、反坦克导弹与无人机的综合杀伤时，俄军的损失很大。如果采用摩托车、商用卡车这些没有装甲保护的车辆进行突击或者转移阵地，结果只会更坏。而俄罗斯高层并不在乎人员和装备的损失，但是战争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俄军可以动用的装甲战车越来越少。目前储存在库尔干马什扎沃德工厂的100辆 BMP-3 已经全部消失。炮兵火力下降，重装备又短缺，但俄军还想继续发起攻势。如此一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步兵突击。问题在于，这种模式的伤亡更大，俄军士兵大多有去无回。这也是为什么俄军第1440摩步团会发生兵变。这些拒绝上战场的士兵被抓走之后，俄军计划在扎波罗热派遣新的部队，但兵源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俄罗斯本土，即使俄罗斯开出更高的价码，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与国防部签约了。工资再高，也得有命花才行。更何况进入战场之后，具体情况就是俄罗斯说了算。就算是想要阵亡抚恤金，还需要证明这个人是阵亡，而不是被俘虏或者叛逃。乌克兰情报部门透露，俄罗斯为了补充前线兵力，正在将那些原本并不适合服役的囚犯送上战场。从缺少兵源的角度来讲，俄罗斯吸引第三国参战有很强的试探性。如果北约对此没有太大的反应，那么接下来俄罗斯或许会引入更多的国家，比如非洲、南美洲国家的军队。只是吸引他国军队参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朝鲜军队向俄罗斯派遣 1.2 万名士兵，俄军每天伤亡超过1200人，按照这个数字算，朝鲜士兵仅能支撑12天。而且还有8000名朝鲜士兵被俄军充当诱饵。朝鲜下一步是否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支持也不好说。朝鲜向乌俄战场派遣士兵的原因，除了俄朝签署的协议之外，大概也想获得现代战争的战斗经验，并在朝鲜军队中进行普及。但是被当作诱饵，能获得什么战斗经验呢？战地医疗嘛。朝鲜军队也不太可能让士兵无限期的在战场上面对这样的损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俄军在前线失利，但是随着冬季的降临，俄罗斯很可能对乌克兰的能源网进行新一轮打击。乌军使用无人机频繁袭击俄本土，俄罗斯也是如此。据乌克兰空军称，在9月份，俄军使用1339架沙希德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本土。10月份，这个数字更是进一步上升。11月1日，俄罗斯总参谋部报道称，俄罗斯在10月份向乌克兰发射了2023架无人机。自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共发射了6987架无人机，其中29%是在上个月发射的。就俄罗斯的无人机技术而言，这些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90%以上都会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或者被电子系统干扰，从而失去作用。在10月份的2023架无人机中，1185架被击落，738架被乌军电子系统干扰，29架飞出乌克兰领空。乌军的拦截成功率达到了96.5%。问题在于，俄罗斯加大了无人机的袭击力度，却减少了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的使用。基辅独立报报道，俄军这可能是为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俄军的无人机虽然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在进行饱和式打击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就火力军而言，乌军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保持库尔斯克攻势的同时，加强防空力量。另一边，美国宣布了新一轮对乌军援。10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鉴于朝鲜军队卷入乌俄战争，美国将很快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现在它来了。10月1日，美国宣布了一项价值4.25亿美元的新援助，援助清单包括史崔克装甲车、NASAMS 系统的弹药、毒刺导弹、海马斯弹药、陶式导弹以及标枪 AT4 与155毫米、105毫米炮弹。美国最近的援助都是根据总统提款授权提供的，直接从美军库存中提取武器，可以快速抵达乌克兰。此外，美国将继续通过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与大约50个盟国的伙伴合作，以满足乌克兰在战场上的紧急需求。接下来，防空系统大概率会成为援助重点。10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称，乌克兰和俄罗斯讨论暂停对能源设施的袭击，同时称乌俄双方试图在今年夏天达成这样的协议，
但随后这一进程因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地区而中断。对于这篇报道，10月30日，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相关报道，称其是与事实无关的垃圾信息。其实，不管这篇报道是真是假，或是俄罗斯承认与否，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很有效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30日在安全协商会议上表示，朝鲜士兵穿着俄军制服和俄军装备正向乌克兰进发。奥斯汀称，这是一个危险且破坏稳定的事态发展，可能将扩大乌克兰战争。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合作，阻止俄罗斯在战斗中使用这些朝鲜部队。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利奇亚在会议上说，本周预计将有多达4500名朝鲜士兵抵达边境，并将于11月开始直接参与针对乌军的作战行动。韩国方面，其防长金龙显在会议上说，他不认为此次部署会引发朝鲜半岛战争，但可能会增加安全威胁。他说，朝鲜很有可能要求俄罗斯提供先进的军事技术作为回报，例如战术核能力和弹道导弹技术等。目前，据美联社援引一名乌克兰官员的话称，朝鲜军队驻扎在距离乌俄边境50公里处。早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在2014年的乌克兰东部冲突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民兵武装就已经开始使用一些老旧的苏联武器。有消息称，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期间，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分子甚至将特3485和 IS-3坦克从纪念碑上开了下来，并将它们投入了与乌克兰政府军的战斗中。尽管在不久之前，还有一些国家仍在使用特34坦克，例如朝鲜就有约20辆特34被用于装甲兵学校的训练之中，但在乌克兰东南部的冲突中，这些80多年的老古董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是十分有限的。不过相比之下，另一种老牌武器苏联的 S-60 57毫米高射炮，由于弹道平直，射速也快， S-60 曾在世界各地的多场战争中投入实战，例如6日战争、赎罪日战争以及苏联阿富汗战争，甚至是后来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能看到这门防空炮的身影。虽然在越南战争期间 S-60 是北越低空防空的基石，但在如今的俄乌战场上，它却摇身一变，变为攻击地面目标的利器，尤其是在对付轻装甲和无装甲目标时，更是威力超群。再加上 S-60 高射炮的配套炮弹在乌克兰仍然有大量库存，如今的57毫米高射炮成了清除森林地带敌人和摧毁敌方轻型装甲车辆的理想武器。据报道称，这种火炮通常挂在 MT-LB 履带式牵引车或重型卡车后面投入战场，用取射的方式远距离攻击森林地带的敌人，清除敌方轻型装甲车辆，射程可以达到惊人的6公里，被战场上的士兵冠以地狱收割机的名号。不过，这些 S-60还不算是乌克兰战场上最古老的火炮，在俄乌战场上最令人意外的古董武器要数130毫米 M46牵引式加农炮。这款火炮自1951年起就被苏军列为制式火炮，并且曾是苏联军队中射程最远的火炮之一，射程达到了27.5公里，主要担负反炮兵任务。在苏联时期，这门火炮因重量和体积过大，遭到了苏联炮兵的嫌弃，但对于现在缺人少弹的俄罗斯军队来说，已经容不得他们挑挑拣拣了。据报道称，俄罗斯库存中的一半 M46火炮于2024年投入了前线，以弥补俄罗斯牵引火炮的严重损失。然而，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由于俄罗斯国内此类弹药的库存已经耗尽，俄罗斯正在越来越多地从朝鲜采购130毫米火炮的炮弹，以应对前线的炮弹短缺问题。近日，据以色列国防部报道，第一辆配备了以色列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的豹 2A7A1 主战坦克正式下线，交付德国联邦国防军使用。报道称，德国联邦国防军计划到2025年底共接收17辆豹 2A7A1，它的最大亮点就是整合了以色列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以应对反装甲导弹和无人机等新型威胁，提升战场生存能力。联邦国防军官方新闻稿指出，豹 2A7A1 是基于豹 2A7 车体改良而成，配备了一门120毫米 L55A1 滑膛炮，并更新了亨尔索特的 PEI R17A3 热成像仪，整体重量达到了70吨。此外，它还配备了全新的通讯系统和20千瓦的辅助动力单元。此次的豹 2A7A1 将成为未来的豹 2A18 的基础，而豹 2A18 坦克将致力于减重至60吨，以保持机动性。豹 2A7A1 上最大的特色就是以色列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它包含了4面主动电子相位阵列雷达，
以及一组多重爆炸成型破甲弹发射器，能够有效反制各种威胁，其中包括反装甲导弹、无后坐力炮和无人机等。据以色列国防部称，这种系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也适用于步战车和其他中型装甲平台，并且可以和机炮武器站进行整合，具备高度定制的潜力。而德国军方则表示，未来将持续接收这些升级的豹二 A7A1 坦克，并计划于明年完成作战测试后交付使用。与此同时，德国还计划采购123辆豹二 A8 战车，届时德国联邦国防军将拥有多达430辆最新型的豹二坦克。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宣布，海军首批阿利伯克 Flight 1型驱逐舰将逐一展开延寿改装，在完成延寿之后，将超过原定的35年服役期限，以此来满足美国未来国防局势和军队战略。目前，美军共有73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其中包括21艘 Flight 1型、7艘 Flight 2型、44艘 Flight 2A 型以及1艘 Flight 3型。从2018年开始，美国海军就一直在思考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服役延长问题。2023年3月，美国海军宣布阿利伯克级将继续服役到2031年。2023年8月，美国海军披露将另外4艘 Flight 1型驱逐舰的服役期限延长至2034年至2036年的计划。分别是 DDG-61 拉马奇号、DDG-65 本福尔德号、DDG-57 米切尔号以及 DDG-69 米利厄斯号。不过，此次美军并未透露将要延寿的12艘舰艇的名称。在新的延寿公告中，美国海军表示，在过去的10个月内，海军对每艘 Flight 1型舰艇进行了全面评估，最终确定将为12艘舰艇进行延寿改造。近些年来，美军为 Flight 1型进行了多次升级，目前正在安装 IM-116 近防武器系统的改造。此外，美军还计划在阿利伯克上安装新型 NSM 反舰巡航导弹。此前，海军的 DDG-62 菲茨杰德拉号就已经展示过这种能力。外界表示，美军对现役驱逐舰进行延寿的行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1991年服役至今，阿利伯克级一直是海军水面作战舰艇的主力。而在过去的1年内，部署在红海海域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已经展示了足够的重要性。当然，海军选择延寿阿利伯克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星座级护卫舰项目出现了重大延误，首艘舰艇可能要到2029年才能服役。距离最初授予生产合同的时间已经过去10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降低海军作战能力，就只能进一步改装现有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接到相关举报，指出空军在以高价采购 C-17运输机配件。随后，国防部对其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的价值约430万美元的配件中，有26%的配件价格要比市场价格高，其中卫生间造液器的价格甚至是市面上同类商品价格的80倍，接近15万美元。鉴于该情况，美国国防部督察办公室原本打算对价值超过2200万美元的所有运输机逐一进行配件审查，但由于空军没有保存以往成本数据，且国防部合同管理局项目组无法获得供应商报价，因此有超过半数配件无法得到有效审查。对此，国防部督察长斯托奇表示，美国空军急需建立和实施更有效的内部控制，以防止后续再出现高价采购配件等情况。他还表示，此次事件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空军后续与波音公司就该运输机甚至其他机型的采购数量。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美国空军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例如，据美国维斯新闻网报道，早在2018年，美国空军就被爆出花费3.2万美元购买了25个喝茶用的杯子。又或是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空军还购买过单价高达1万美元的 C5 运输机马桶盖。有趣的是，当该消息曝光后，美国空军官员表示已停止采购高价马桶盖，转而采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的 C5 马桶盖，一套费用仅为300美元。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印度打算采购114架多用途战机，目前正在进行项目招标。为了能够抢到这项订单，诸如萨博集团、波音公司等各大厂商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竞标方案。其中，萨博集团承诺，只要印度与之合作，其将在36个月内向印度交付第一架鹰狮战斗机。此外，萨博还承诺将会向印度进行100%的技术转移，且将在印度本土大规模建立产线，生产114架战机中的96架，并为印度工程师和飞行员提供培训工作。
波音公司则表示，要在印度生产超级大黄蜂战机和 F-15EX 战机，同时承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分享技术。此外，他还计划安排培训计划，并建立本地维修设施。洛马公司也推出了专为满足印度独特需求而设计的 F-16改良版战机，也就是 F-21战机。此外，洛马还表示，计划在印度建立零部件和系统等生产线，并允许印度本土制造商参与生产过程。至于达索航空以及欧洲战机等公司也提出了类似的技术转移方案，目前尚不清楚印度究竟会作何选择。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军苏34是如何坠毁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